大家好啊，各位老铁们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。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，真是让人听了心里五味杂陈，甚至有点堵得慌。你们可能都刷到视频开头那条新闻了吧？山东临沂一位勇敢的女儿，她叫赵赵，竟然实名举报自己的交警继父。哇，这一锤啊，直接砸出了多少惊涛骇浪。说实话，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像被一块巨石猛地砸了一下，泛起了层层涟漪。一个女儿举报继父，这背后的勇气简直是能把山都撼动啊！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吧，她要鼓足多大的勇气，才能把这份沉甸甸的举报材料递出去？那不是简单的纸张，那是她对真相的渴望，对正义的坚守，更是对一个家庭裂痕的无声控诉。你们想想看，当他按下监控设备的录像按钮时，当那些冰冷的摄像头无声地记录下茶室里不堪入目的画面时，他的内心该是何等的挣扎与煎熬。那不是简单的偷拍，那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在为内心深处那杆秤寻找平衡，在为那些被蒙蔽的真相呐喊。这件事情最让人触目惊心的，不仅仅是他所谓的私生活混乱，这只是冰山一角啊！真正的巨型冰山藏在水面之下，那是公权力的滥用，是信任的崩塌。一个身披警服的人，一个本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使者，竟然把家里的茶室变成了他私下交易的场所，变成了他收受贿赂的温床、购物卡、高档酒水。这些东西就像无形的触手，一点点地腐蚀着他手中的权力，也一点点地吞噬着公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。这难道仅仅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吗？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无情践踏，更是对法律尊严的公然挑衅。他手中的那枚警徽啊，本该是荣誉的象征，是人民安全的守护，可他呢，却把它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，甚至将其沦为权色交易的遮羞布。这哪里是人民公仆，分明是权力的小丑。公职人员这三个字承载着多少民众的期盼和信任啊！我们把执法权、管理权交到他们手上，是希望他们能秉公执法，为民服务，而不是让他们把这些权利变成自己的摇钱树，变成自己的私家花园，任由腐败的藤蔓在里面肆意生长。这次事件中，纪委的迅速介入，以及涉事指导员的停职，这些都像是一声声警钟，敲打着所有心存侥幸的人。公职人员违纪，真的就是零容忍。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更应该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，时刻提醒着那些手握权力的人，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。那个女儿赵赵，她一句不在乎她丢掉公职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却字字千钧，掷地有声。这句话的背后，是她对正义最纯粹的追求，是她对权力腐败最直接的否定。她甚至牺牲了家庭的和谐，冒着巨大的压力，也要把这团黑暗撕开。这种大义灭亲的勇气，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稀缺和珍贵啊！它就像一道闪电，划破了夜空，照亮了那些我们平时可能看不到的角落。所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，更是对我们社会机体的一次深刻警示。它提醒我们，对公权力的监督永远不能放松，制度的笼子要越扎越紧，让那些伸向不义之财的手无处遁形。每个公民都应该成为监督者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，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维护这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这件事件，希望它能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所有公职人员的内心，让他们时刻警醒，权力是人民赋予的，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，绝不能成为满足私欲的工具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重建起那份被腐蚀的信任，让正义的光芒永远普照大地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